2年前，昆桑喜欢上了打造生态缸，这一次用的是一个小鱼缸，里面铺上3厘米厚的细沙子，在野外找来一根烂木头放里面。如果加水，这木头可能会浮起来，那得给这块木头钻个孔，插上一块石头，先给缸里加上纯天然的自来水，给木头上绑上墨丝，再加上这种水草，还有这种水草，把没用上的墨丝也插沙子里，让它自生自灭。有一件是昆桑好像没整明白，这样做水里没有肥力，水草也没办法生长。昆桑又买来了水草泥，把沙子换成水草泥，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水草缸，而不是生态缸了。昆桑在隔壁王大爷鱼缸里借来一些老水，加在鱼缸里，这样就有了消化细菌，可以快速建立鱼缸的消化系统。接着加入这些小樱花虾，它们喜欢吃藻类，还需要矿物质和钙才能脱壳。昆桑还养了一些蜗牛，这些蜗牛 BBQ 之后还可以给小虾提供蛋白质。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这些小蜗牛，万一它们大量繁殖，会不会吃掉所有藻类，让虾饿死？1个月后，昆桑觉得这个小缸不足以产生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，所以昆桑又买来一个大缸，取出小缸里的水草泥，倒进大缸里，再补充一些进去，起锅烧水，把木头煮一下，绑墨丝的线也用开水烫熟，锅里已经冒出了香味，水的颜色也大变样。把水草重新种进鱼缸里，加上几个海藻球，插上一个水草灯和夹叶棒。2天后，沉木上长出了一层白毛，怎么还发霉了？这是一层菌吗？不过看起来有点难看，昆桑还是决定去掉它，换成黑色的火山石，看起来很漂亮，有很多孔洞，还含有各种矿物质。同样起锅烧水煮一下，放在鱼缸里，临时加上一个小过滤器，这可以让鱼缸里快速的建立消化系统，可以把虾也放进去了。这些小虾几乎是透明的，身子上那条黑线是它的肠子，那里面都是它吃掉的藻类，它们不停的吃啊吃，然后一节一节的藻棍粑粑从屁屁里拉出来。几天后，水草叶子变得非常干净，昆桑给缸里加入了更多的虾，让它们在这个生态缸里自我淘汰。缸里去掉了过滤器，没有增加氧气的设备，不过好在水草经过光合作用会释放一些氧气，叶子上冒出的这些泡泡就是氧气。缸里种了很多墨丝，只是产生的藻类可能不够它们吃的。昆桑又给缸里加入了一些水藻，除了可以吃掉一些微生物，它们还可以当作虾的食物。1周后，缸里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藻，游起泳来一跳一跳的。放大观察一下它们，好像一种外星生物。这只身体里有圆圆的东西，可能是马上要下蛋的个体。之前的蜗牛，昆桑不打算再放入这个生态缸了，它们繁殖太多会影响生态平衡。不过它们的好处是可以吃掉玻璃上的绿斑藻，让鱼缸看起来很清晰。昆桑只好自己制作了一个磁吸缸刷，小虾们脱的皮也不会浪费，它们会吃掉它补钙。放大鱼缸的缸底上可以看到各种微生物，这只好像独眼怪，头上一个红色的眼睛，而这只肯定就是母的独眼怪了，里面还有各种不认识的虫子。昆桑有点担心水草泥的肥力太强，这样会让藻类大量滋生。还好水草也长得很快，它们会和藻类抢夺养分。3个月后，水藻的数量越来越少了，可能是缸里太干净，没有太多的微生物给它们吃。昆桑注意到一只虾的身子下面有了一堆黄色的东西，这居然是虾扯蛋，满满的一堆，应该可以孵化出很多小虾来。昆桑一直观察虾蛋的变化，几天后它们里面出现了2个小黑点，这就是虾宝宝的眼睛吧。它的腹部不断的摆动，来保证虾蛋所需要的氧气。昆桑很想看到虾宝宝出生的画面。有天晚上，昆桑发现缸里出现了一些小白点，原来这些就是小虾。昆桑赶紧找到母虾，终于看到了小虾从肚子下被提下来的画面，小小的还挺可爱的。6个月后，小虾长大了，不过糟糕的是缸里的藻类控制不住了，石头和墨丝上都长满了藻类，虾吃它们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藻生长的速度。昆桑决定给缸里加入吃藻小能手大河藻虾，它们吃藻能力很强，不过好像作用不是很大。缸里的水草开始烂叶，这让缸里的水变得很肥，
藻类开始快速滋生，最后还是控制不了了，这个生态系统又得重建了。昆桑觉得得把水草泥去掉，换成小石头，取出大锅，把石头洗干净，铺在鱼缸底部，把火暂时放回去，加入老水，然后把小虾们放进去。几天后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缸里的藻类都被清除了，坏消息是虾们没有了足够的食物，正在吃掉他们的女朋友。9个月后，到了把鱼缸密封起来的时候。既然是打造生态系统，这个系统就得做到自给自足。用一块玻璃盖住鱼缸，缝隙处打上玻璃胶，缸内留了一部分空气，缸里蒸发的水分让玻璃上起雾了。1年后，缸里看起来还算正常，就是藻类已经没有了踪迹，有一些墨丝开始变黄了，虾们又开始吃同类了。昆桑决定打开盖子，让他们品尝一下很久没吃到的食物。好了，本期生态缸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孔雀鱼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孔雀鱼，大型的玻璃鱼缸和设备都太贵了。昆桑想动手打造一个大鱼池来养鱼，在废品回收站找来3个装大象的泡沫箱，每个长度都有1米左右，这玩意儿挺适合做鱼缸的。很多鱼友担心这种泡沫材质长期泡水会不会有毒呢？聚苯乙烯这种材料在常温下是无毒的。在泡沫箱上画好尺寸，切割下不用的部分，使用玻璃胶连接在一起，在缝隙的地方也补上玻璃胶，避免漏水。用砖头压实，把镀锌丝切成小段，插到连接处的泡沫里，起到加固的作用。中间再用镀锌丝连接一下，然后用玻璃胶涂抹插口边缘。在正面内部的位置切薄一部分，用来放一块观赏的玻璃，边缘涂抹玻璃胶，抹匀固定，把切好的 PVC 管插在提前设计好的位置，下面拿出3斤水泥。昆桑可不是要跳舞了，昆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泥瓦工，障碍家族只是副业。在泡沫鱼缸的外表面涂抹上水泥，看起来更加结实。一个3米多的鱼缸，一个人就可以搬得动，就是晃晃悠悠，有点吓人。内部也涂抹一层水泥，防止泡沫长时间崩坏。等第1层水泥干了之后，再涂抹1层，切掉提前粘好的美纹纸，这样玻璃的边缘非常干净。下面开始正面的抹灰工程，忙活了半天，整个鱼池变成了水泥的，看起来贵了不少。把镀锌丝插在鱼缸2侧，同时内部放水，测试一下防水效果。把镀锌丝扎成大棚的感觉，利用剩余的泡沫拼接成一个遮阳棚，还能起到加固边缘的作用。还有多余的泡沫，用液溶胶把它们贴在鱼池外面。接下来还是泥瓦匠的工作，涂抹水泥的同时，在水泥上刻画2下，让它看起来更像是树皮的感觉。花了一点时间，水泥都干了。昆桑找到一些鹅卵石，把它们用液溶胶粘在玻璃外面作为装饰。要想鱼池看得过去，上面就得喷点绿，一点点就够了，太绿了就不行了。开始加水，放几盆最便宜的绿色植物，绿萝、小浮萍一撒，小水草一扔，一个鱼池就做好了。养水1周后，放入主角孔雀鱼。2个月后，孔雀鱼的数量从几十只变成了几百只。昆桑只需要定期用管子吸一下鱼粑粑和鱼缸底部的青苔，这还是吸出来了不少的。然后换上新水，一次维护只需要20分钟。70天后，浮萍生长的太快了，需要去掉一部分。作为成年的孔雀鱼，爱情有了，面包也是要有的。给它们扔水里，它们就都过来吃了。鱼多了有个好处，那就是不挑食儿，给什么就吃什么，而且吃的嘎嘎香。养鱼就是这么容易。除了面包，昆桑经常喂它们的就是这种最便宜的鱼屎。把鱼屎放碗里，加上一点原汤，用勺子压碎。鱼池里也放2个大碗，把鱼屎扔里头，避免鱼食飘的到处都是。看着小孔雀鱼们疯狂抢食的过程，也非常解压。3个月后，浮萍长得非常快，多了就往鱼池外面扔。昆桑偶尔也会给小鱼们补充营养，那就是鸡蛋、
同样扔到鱼池内的大碗里。半个小时后，拿出鸡蛋看一下，吃了半天也没吃掉多少。这鱼嘴太小了，一个鸡蛋可以吃很久。4个月后，因为经常喂鱼，现在昆桑只要把手放水里，小鱼们就围了过来。就算拿出网子来捞，它们也不带害怕的。挑2只发色好看的，把它们和其他鱼放一起对比一下，果然好看多了。8个月后，小鱼的数量更多了，有了上千只。一顿不吃，饿得慌，只要有吃的，它们就很满足。很快，浮萍又快长满了。昆桑想清理一下整个鱼池，把装饰物拿出来，捞出所有的浮萍，然后扔进去一些好看的。9个月后，不幸的事儿发生了，鱼池里开始出现了BBQ的小鱼，鱼池底部也发现了几只。昆桑赶紧拿出了圆管，给它们换掉1/3的水，加入宽盐。还有2片甲硝做兑水。2天后，鱼池内还是有BBQ的，不过数量少多了。再次给鱼池换掉1半的水，继续下药。11天后，已经没有了死鱼的现象，看来这次治疗成功了。10个月后，鱼池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，小鱼们的状态杠杠的。好了，本期孔雀鱼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。我们下期再见。